嘿呦，各位，欢迎回来到游戏频道，我是麦克。那这次感谢这位观众 Bad Game Boys 呢，告知我就是雅科夫有新枪，而且还是跟明朝合作的枪啦。那这两把异彩银辉以及石鱼舞，那我差点解完这个海岛挑战之后呢，就打算要去玩潜水员戴夫了。那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杰夫的任务呢一直没有跳出来，然后直到被告知之后呢，我又回去绕了一下，就看到杰夫呢他又给新任务。那虽然我没有玩明朝啦，但难得联名的枪不给他实测一下，真的对不起自己啦。那这边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两把枪如何取得吧。那其实都不难啦，这边呢要先跟杰夫接任务，然后缴交呢29999的新枪蓝图授权费，而且任务解说呢这边还写说就是来自于遥远的星球。那缴交完之后呢，再次跟杰夫接任务，就会告知这个授权费缴了，那可以去指定地点拿蓝图。那这次呢，这两把枪的任务都是送货任务啦。那第一把枪它的任务呢是到仓库区的伐木场及这个加油站之间的货柜拿取第一个纸箱，那蛮简单的。那这边纸箱它位于地图的这个位置。接着拿到之后呢，就解开这把异彩银辉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有点难练。那这边它的任务呢蛮简单的，然后接下来这个任务呢是到这个农场镇去试枪，就是拿着这把异彩银辉呢去解决10个敌人。最后再来就是回来呢接这个下一把枪的任务，这个10与5的任务。那这次则是同样的回到这个仓库区同样的地点拿取纸箱。只是这次送的距离呢会比较远，就是从仓库区呢一路送到农场镇的临时工地的入口，就在这个位置。然后送达后呢就完成了这个任务，然后接着呢就拿到了这个10与5的这把枪以及它的蓝图。接着这边两把枪都拿到了，那我们就来稍微讲一下这个制作材料。那如果之后不小心挂掉的话呢，还可以重新制作。这边异彩银辉它的材料需求是3个紫光灯，然后5个电路板，以及1个未来控制器跟10颗聚乙烯片。这边看起来材料比较难拿到的是这个未来控制器啦。那我记得农场镇大超市下方的收银台处呢，有时候会捡到游戏机跟控制器，所以如果缺的话，可以去那边看看。接着10与5呢，则是需要2颗空间晶体，然后2条万能胶 A 以及2条万能胶 B， 还有这个蓝色方块36颗。那我觉得10与5的材料反而都不太难啦。那个空间晶体呢，打风暴生物，然后蓝色方块呢，则是背方块收集装置就可以拿到了。然后万能胶呢，如果临时找不到，可以去0号区的神秘商人那边买。介绍完如何取得枪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实测一下这两把枪了。那这两把枪呢，看起来都相当的科幻啦。那这边抱歉我没有玩这个明朝，但根据 Bad Game Boys 的消息呢，说这两把枪的还原度很高，是明朝中的角色使用的。那如果有玩明朝的玩家呢，应该就会很懂啦，也会很爱。这边第一把这个异彩银辉呢，刚开始我拿到的时候，我看外表以为这把是个手枪类的枪吧，就非常的花俏。重点是呢，上面还有个煤球的小装置啊，相当的可爱。然后研究了一下所吃的子弹类型呢，我以为这种能量枪都是吃能量弹啊，但是让我惊讶的是，这把竟然是吃 S 的子弹，所以它的子弹呢非常好拿到。然后测试了一下呢，我的表情是这样 ，What the fuck？ 真的假的？它的攻击模式呢，竟然是类似 SMG 的连发，但有趣的是呢，它子弹的弹道呢，竟然是立字型的。那我觉得超有趣的啦，因为说实在的，我蛮喜欢这种科幻类的枪的啦，因为可以天马行空嘛。那使用的时候呢，有时候会被它的这个特殊效果呢惊艳到，就跟 TS128 一样。这边首先呢，我想说先来讲一下这把枪的缺点好了，因为这样才会让观众呢不想要回来继续玩。没有啦，因为其实这把枪呢，我觉得它的优点呢大于它的缺点，所以想说先来说这把枪的缺点好了。这边第一点就是相信各位呢也看到了，就是它的立字型弹道啊，那相信各位看的时候呢，一定觉得很难瞄准，感觉子弹是到处乱窜的。那这边它在瞄准射击上呢，感觉就不是那么的直觉，所以这把枪呢，真的要习惯不要腰射，一定要先按瞄准后呢再射击。就会发觉呢，虽然子弹乱窜，但最终呢还是会打到所瞄准的目标上啦。接着第二是这把枪的弹夹子弹数量不多，就是虽然是类似 SMG， 但弹夹呢却只能装21颗，而这把枪的射速相当的高，也就是很灵敏啦。
所以在点射的时候呢，你可以感觉得出来，就是点一下，只要稍微按的久一点，可能就2-3发去了。然后再沉前一点的这个弹夹容量，就会发现呢，这个子弹用得很快。最后第3点呢，就是这把枪呢，它无法装配件，那这个算是缺点，也算是优点啦。那缺点呢，就是无法再做其他的加强，譬如加瞄具啊，让视野比较好一点，或者是弹夹让子弹可以装多一点。但优点就是让各位玩家也省心啦，就是拿到枪后呢，子弹装一装就可以上阵了，就是无脑开打。这边讲完缺点后呢，剩下的就全是优点了啦。那我必须得说，这把枪大概是我真的会拿来搭配 TS128的副手武器。真的太好用了，怎么说？就是第一，它是 S 型的弹药，它不用像能量弹这样子还要打材料自己做。那弹药类型呢，基本上在场上就是随收随用，非常的亲民。再来第二就是它非常的轻，就是这把基本上就是 SMG 的攻击模式，但却是手枪的重量。那各位看那个 MP5啊，或者是 MP x，然后带电 MP7，都要差不多3到4公斤，而这把呢却只要1/3的重量。再来第3点应该是最重要的优点啊，就是这把枪的伤害。那我刚看这把枪伤害的时候呢，表情是这样，就是有够狗胆啊，那感觉呢会不会是挠痒痒？但各位等一下，就是各位看一下这把枪的解释。命中时呢，提高对方的物理伤害，叠加4层，而且它爆头时呢，还会造成物理属性的小范围爆炸伤害。那这边各位仔细看，在射击的时候呢，这把枪给出是什么元素的伤害？就是紫色的这个空间伤害。那空间伤害呢，在其他游戏有点类似，像混沌啊，就是混沌型的伤害，那就是所有的敌人都可以打，就是打天打地打秋香。而如果你瞄头的话呢，它还会额外打出这个基本的物理伤害，而这个物理伤害呢，还可以小幅度的叠加4层。然后这边还没有完哦，就是瞄头打出来的这个物理伤害呢，还可以打出 AOE 伤害。所以虽然它字面上是6.5，但实际打出来的数字呢，却让我眼睛一亮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子弹那么少，然后弹道呢又那么诡异。因为如果真的打出来呢，真的会非常的 OP， 就是空间加物理伤害，然后又外加 AOE， 然后它的射速又快。但这把枪呢，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限制是，沉前面一点，就是因为它没有瞄具，然后加上呢它的子弹的射程非常短。那这边各位可以看到，就是10公尺呢，这边子弹就打不到敌人了，而且呢，这个10公尺后呢，这个弹道其实就会开始飘，所以这把枪的伤害甜蜜距离差不多是在10公尺内啦。那在10公尺内呢，基本上就是可以秒掉任何的敌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我所说的，这把我会拿来把它当做就是我 TS128的副手武器。因为这样就是远中近的范围都可以顾到，而且呢，这边这2把枪呢都各自有元素伤害。如果未来呢有元素伤害免疫的敌人呢，可以交替的使用。这边讲完异彩银辉之后呢，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10与5。那10与5刚拿到的时候呢，我一直以为它是火属性的枪，就是因为它的造型红红的，结果没想到打出来的伤害竟然是冰属性的伤害。那同样的，这边我先来讲一下这把的缺点啊。那这把我在使用上呢，我觉得反而没有异彩银辉给我来的惊艳，就是可能因为它是第2把拿到的，而且它的任务呢也比较困难一点。就是我觉得应该照理说应该会比较 OP， 就是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期望太高吧。那这边这把的缺点呢，第一点是这个跟异彩银辉一样，就是它的子弹弹夹容量呢非常少，只有6发。但跟异彩银辉的攻击模式不一样，就是这把呢，真的就是属于手枪的攻击模式，就是1点1发，但点6下呢，你就要填装，所以就会常常需要做这个填装的动作啦。再来第2点就是它的容错率低，就是沉前面一点，就是因为它的弹夹子弹数量少，所以相对的来说呢，你的准头就要很准。而这把枪的特殊效果是呢，就是爆头3次可以将敌人短暂的冰冻，而冰冻后呢，可以额外多个这个冰冻伤害。但因为这个弹夹只有6发，所以以这个逻辑来看呢，最多只能冰冻2次。而如果你只要 miss 1发呢，就等于只能冰冻1次啦。再来第3就是这把呢是比较属于单挑型的枪，那这其实也回到第1点，就是因为它的弹夹子弹少，所以它无法像连射的枪支这样，在敌人密集的地方呢，可以一次快速的解决2-3个敌人，譬如像在37号实验区的军营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呢是打就是1到2支可能就要填装1次，那有时候敌人一多呢就会比较致命。这边缺点讲完了，我们就来讲一下这把的优点吧。就是第一，它同样是吃 S 型的弹药。那这把我跟 Back Game Boy 观众的使用感觉一样，就是它很像沙漠之鹰，但是呢，沙漠之鹰的 Mag 子弹呢就相当的不亲民。
就是要么你要靠翻箱倒柜来找，或者是你要打材料呢自行制作。但 S 型的弹药呢，在敌人身上基本上就是随打随收，不太会有弹药缺乏的窘境啦。第二点优点就是它跟异彩银辉不同的是，因为它伤害比较高，所以像在座的各位这样，如果都是爆头神枪手的话呢，就会相对的很省子弹。那一般的敌人基本上都是1到2发一支啊，就是甚至单挑网呢都没有问题。第3是这个冰属性伤害啦，那这种元素枪呢我最爱了，因为它除了单纯的伤害外呢，还会有额外的效果。那敌人中弹后呢，它会有缓速还有冷冻。但冰属性说实在的啦，我觉得在亚科夫是优点也算是缺点，可能因为最新的这个37号实验区吧，就是37号实验区的敌人呢，我用这把枪打，发觉好像多少都有冰抗啦，可能因为他们都有那个抗冷冻的这个装甲，尤其是 BOSS， 而这把枪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冰冻效果的话呢，其实伤害就跟一般枪支一样。而且因为子弹少，就会变得很常需要 reload。但如果打出这个冰冻伤害的话呢，就可以发现敌人很容易被秒掉。那这边以上大概就是这2支枪我个人体验下来的优缺点啦。那这边近期呢，这边所有地图体验下来呢，我个人喜欢这个异彩银辉大于1115啦。那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异彩银辉呢，在应付各种状况下呢，都很实用。它的空间伤害呢，所有敌人都吃，然后 AOE 的伤害呢，如果敌人较多，然后靠近一点，可以变成变相的霰弹枪啦，就有点爆炸效果。那尤其是打这个37号实验区的狼王的时候呢，一群过来，这个 AOE 呢瞬间清掉，让我眼睛一亮。然后再来讲到空间伤害，那各位讲到空间伤害呢，就会想到什么？就是打口啊，没错，就是我拿硬彩银辉呢去打口，结果意想不到的好用啊！就无论打口呢，或者是 JLab 的路障，都可以快速的秒掉。就是空间伤害呢，打这种机器人感觉就有伤害加成。那如同我说的，就像其他的游戏的混沌伤害，就是所有敌人都吃。而且这把枪呢，打久了之后呢，它的弹道让我觉得有点像抓鬼特工队的粒子发射器啊。而1115呢，我在使用上的感觉就比较极端啦，就是好用的话呢，它就超好用；那不好用的话呢，就超不好用。因为它比较属于单挑型的枪啦，所以如果敌人一多呢，就很容易手忙脚乱。再来就是说，它的冰抗的敌人呢，到目前为止好像比较多一点啦，譬如37号实验区跟0度挑战，所以使用上呢就比较容易受限。那像37号实验区的变电所的冷冻蜘蛛就完全无惧冷冻，还有村庄的这个雪人以及气象站的佛里兹。但是各位还记得让各位闻风丧胆的这个问号红鸭跟蓝鸭吗？就是无论是农场镇的红色问号鸭跟37号实验区的蓝色问号鸭，这个10与5呢，只要射中后呢，都可以将其冷冻。那冰块爆破后呢，基本上就是几发可以带走的问题啦，相当的简单，不会打得很硬。然后还有另外这个气象站的伊格尼，虽然10与5呢打佛里兹不好用，但伊格尼呢却同样的也是几发带走的问题。那因为它可以冷冻嘛，所以打起来呢就相当的轻松。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我觉得10与5给我的感觉就是要么超好用，要么就是超不好用。这边影片的最后呢，还是不免俗的放一下我用这2把枪打一些知名 BOSS 的片段吧，顺便给各位参考一下。这边投石问路一下。OK， 没射中。哦，距离都好远，好讨厌。把我手榴弹丢一丢，还好我有很多颗。那个王的射程距离都比你还远。OK， 抓到时机了。哎，贴近他，OK， Hey, that's pretty good. 哇，直接秒杀哎！我发觉异彩银辉是只要贴近敌人的话呢，可以很快秒杀哎！赞！哦，现在又要来打 Coco 了，好紧张哦！不知道异彩银辉有没有效？因为 Coco 这边进来之后呢，就不能出去了，所以之后要捡尸就很难捡。OK， 看能把它引出来。OK， 看到 OK， 趁机靠他个几发，不知道有没有效哎。
一彩银辉的缺点就是它的视野比较近，它一定要稍微贴敌人贴比较近。OK， 被镇住了。OK， 我去靠他个几发。不知道有没有笑，就没看到血条。哦，好像有没有扣血啊？好像有，又好像没有。我，哎，可以耶！哦 That's pretty good. 有在扣哎，而且哦，只是要稍微贴的比较近，哎，有效哎，哦，哎，好用好用。哎，我喜欢这种空间伤害，就是什么怪都能够打。还有第二边，哦！哎，我发觉要贴的比较近啊，但是好紧张哦。我这边想说换一下10与5看看有没有冰冻，好像没有冰冻哎，没有冰冻哎。哎，我发觉10与5打这种超级大 boss 没办法冰冻，他如果没办法冰冻，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很有效，不是很好用哦。果然还是那个异彩银辉比较好用一点。OK，GG，碎，思路易碎。这边来看狼网哦，看到狼网了。OK， 上一次有经验了。哦，哎，这个异彩银辉打狼网这一群好用哎，超好用哎，一下就秒掉了。这边用10与5来挑一下这个蓝鸦。哎呦，蓝鸦会被冰冻哦。对，它会被冰冻，感觉就比较好闪。哎，莫名其妙，几发就死嘞！哎，好简单哦。打狼王，想说试一下打僵尸怎么样？看起来是没问题啊。哎，一块小蛋糕。发觉异彩银辉打这种一坨的这种敌人啊，很好用哎，说实在。这边就顺道来找老朋友伊格尼跟弗里兹啊，然后打完就顺便回去。才刚进来就看到那个弗里兹啊，上一次的经验就是弗里兹就是用异彩银辉打啦，那伊格尼呢就用这个10与5打，因为弗里兹用那个10与5不太好打，因为他不会被冰冻。如果你看用异彩银辉的话呢，一下就把它秒掉了，可以啊。OK 啊，就接着就进去找伊格尼，找这2位老朋友串门子。OK， 哦，各位注意哦，如果炮台转到正面就不要再打了，因为它的那个盾牌呢元素抗性非常高啊，基本上打不掉啊。哦，看到伊格尼了，伊格尼呢记得就用那个10与5打。你看很简单呢，伊格尼因为它没有那个冰防，所以你看一下就解决掉了，轻松啦。这边影片的最后呢，我也帮各位测试了这个 Killa 跟 Takila 这2位老 boss 啦。那我觉得这2把呢，打这2只呢都不太好用啦。说实在的，因为这2只的共通点都是就是血厚、火力强、跟射程远，还有移动速度又快。所以很长呢，你还没有贴近他们的子弹就先招呼过来了。而这2把枪的劣势呢，就是它的射程跟视野近，所以很常看到他们这2只的时候呢，血就只剩下一半了。那我唯一一次打赢 Takila 的时候呢，是引诱他用近战，然后用异彩银辉秒掉。所以打这2只 BOSS 的话呢，我觉得还是用 TS128会比较轻松一点啦。那这边就是这次这2把枪的实测以及个人心得。那这边我们就下次见喽，拜。